最近 Lisa 的紅蓮湖照被討論到上了熱搜，而剛好2026年的1月15號，我就在紅蓮湖的現場。我想用我的親身經歷告訴大家，她的照片不得不 P。因為如果想要看到真正的紅蓮花海，你必須要通關這4大限定。第一關是時間，這是一場只有80分鐘的限時放映。早上6點40分從碼頭出發，這個時候周圍除了冷風就是黑水。我們努力地四處尋找傳說中的紅蓮，但是看到的全部都是閉合的花苞。確實，這個時候把它們叫做睡蓮似乎會更合適。船夫倒是很淡定了，不慌不忙地指着濕地裡面的水牛和小鳥讓我們看。7點左右，太陽剛從湖面升起，這時候你很難不被日出吸引，因為湖面那一層厚厚的霧氣把陽光濾成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夢幻顏色。就在船開到湖中心的時候，神奇的事情發生了。如果你還沉迷在右邊的日出裡，那你可能會錯過一切。試着轉個頭向左邊看一下，哇，原來紅蓮全部在這兒。其實紅蓮沒有走，它一直在這，只是現在才是它醒來的時間。船停了下來，遊客們都在輕聲地和紅蓮說早安，試圖用相機捕捉它這睡眼惺忪的一刻。注意看，這時候湖面的霧氣還在蒸騰，你遠觀湖面，紅蓮並不是一片海，而更像是一條貼着水面的紅色絲帶。直到7點半以後，溫度上升了，紅蓮才開始全面的舒展，金黃的花心也顯露了出來。從水平面看過去，成千上萬朵紅蓮的顏色疊加在一起，剛才看到的那一條細細的紅線開始越變越寬，越變越厚。到了8點，霧氣徹底的散去，強光把紅蓮照得透亮。這時候你很難不承認，這就是紅蓮花海了。官方把它謙虛地稱為湖，實在是太低調了。在這短短的80分鐘裡，早了有霧氣，沒有光線，人臉是糊的；晚了有光線，沒有氛圍，光比太硬。Lisa 想要留住7點鐘的霧氣氛圍，又想要8點鐘的清晰人臉，這在物理上是無解的，所以不得不 P。過了時間這一關，緊接着的是角度。當船停穩在湖心的時候，我們都興奮地站起來，想要看得更遠。但是在這裡，當你站着俯視水面的時候，你看到的並不是花海，而是稀疏的花朵之間那發黑的荷葉和漂浮着的雜草。其實你坐着看就行。當你的視線和水面平行，原本稀疏的水面縫隙被低角度的透視關係瞬間填滿，眼前不再是零散的花朵，而是一張厚實的、密不透風的紅色地毯。這時候死結來了，這種地毯效果是屬於趴下的扁平視覺。想要人顯身材得站着拍，你說是不是不得不 P 呢？第3關是距離，看紅蓮花海和看油畫是同一個道理，只能遠觀，不可以近看。靠太近了，你看到的只是一堆雜亂的顏料塊。但是 Lisa 的照片為了拍特寫，鏡頭拉得很近。如果你像我這樣把鏡頭直接懟到水面上，渾濁的湖水、發黑的枯葉，甚至花瓣上還有一些蟲眼。為了配得上巨星的牌面，攝影師不得不把近處的脏湖水 P 成遠處的靜海。除此之外，這張照片裡面還有一個嚴重違反物理常識的地方，那就是比例。大家注意看 Lisa 身後的這幾朵花，它們大得過分了。但是在現場，這些睡蓮它不是巨型的荷花，它們撐死了也就只有巴掌那麼大。所以結論很殘酷，這紅蓮近看太髒，遠看太小，沒辦法，只能靠 P 了。最後一關也是攝影裡面至關重要的一關，光線。很多人剛到碼頭往湖裡面一看，心都涼了半截。
沒錯，湖面是很寬，一望無際，但是你看到的不是粉紅的花海，而是一片又黑又髒的水面。但是不要着急，這不是湖的問題，是光的問題。你在碼頭看紅蓮湖是向着東邊看的，你正在逆光，所以你必須要坐船到湖中心去。當你到達湖中心，開始掉頭往回走的時候，陽光就會從你背後打過來了。要把讓花最美的光和讓人最美的光強行剪貼在同一個畫面裡面，這就是大自然做不到的了，但是 P 圖可以。你看，時間要早，角度要低，距離要遠，光線要對，錯了一個，你看到的就是爛泥塘，所以不得不 P。本地人告訴我，這一片紅蓮花海是和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有關，但是我聽完淒是感覺到了，但是這美在哪裡呢？故事大概是這樣的。男女主非常的相愛，但是龍王的兒子呢也看上了女主，為了接近心上人，他就變身成為了一隻脖子上面掛有鈴鐺的可愛的白松鼠，結果他被獵人一箭射殺了。獵人還把這隻神獸煮成了肉湯，詭異的事情發生了，這肉怎麼吃都吃不完，湯也越煮越多。於是村民們都高興壞了，覺得這是天降的福利，全村人都一起來分享這一碗免費的肉湯，連男女主也跟着吃了。龍王聽說兒子被殺還被吃了，就掀起了滔天洪水，要淹沒整個村莊。男女主雖然騎馬一路的向高處狂奔，但是最終還是沒跑掉。最後所有人連同整個村莊全部都沉入了海底，也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紅蓮花海的下面。這難道不是一幫無辜的吃瓜群眾因為貪吃了一口肉湯就集體枉死的故事嗎？在這故事裡面，我甚至分不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龍太子偷窺被殺，好像不冤啊。龍王為子報仇屠村，這還有王法嗎？那全村的老百姓呢？就因為貪便宜喝了一口肉湯就該死嗎？其實這背後的邏輯就是中泰文化的巨大差異。在我們中國人的神話裡，如果龍王敢發大水淹老百姓，那他就是反派。不管是哪吒鬧海還是大禹治水，我們的邏輯是抗爭，是命由我不由天。愛情是可以跨越種族的，像白蛇傳那樣，災難也是可以被戰勝的。但是在泰國的價值觀裡面，這個故事講的不是對錯，而是因果。不管你知不知情，只要你動了貪念，也就是喝了那一碗永遠都喝不完的肉湯，那就代表着你佔了不該佔的便宜。你不能夠貪，否則你就要承受果報，也就是被淹死。哪怕男女主再相愛，在巨大的因果面前，愛情也救不了命，並且这個因果不僅僅是在今生，它還連接着前世。傳說中，女主在前世曾經狠心的把這個龍太子推下懸崖，所以前世你推我下懸崖，今生我就拉你入海底。這就是泰式的邏輯，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